妈，今天咱们能不能早点吃晚饭？为什么？有什么事情吗？晚上7点有世界杯足球比赛，我想看看。又要看球赛？你的作业写完了吗？放心，我早就写完了。下周2你们不是要考试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妈，没问题，只要您让我看球赛，我一定考出好成绩。真拿你没办法，好吧。您好，王经理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宴会。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。这几年我们2家公司的合作一直非常好，感谢贵公司对我们的信任。你们的产品质量非常好，我们很满意。希望我们今后能继续合作愉快。好，为了我们的合作成功，干杯！干杯！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坐火车去外地，当火车上的工作人员检查车票时，他翻了每个口袋，也没有找到自己的车票。正好这个工作人员认识他，于是就安慰他说，没关系，如果您实在找不到车票，那也没事。怎么能没事呢？我必须找到那张车票，不然的话，我怎么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呢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航班，我们将从北京飞往上海，飞行距离是1100公里，空中飞行时间大约是2小时10分钟，飞行高度7000米。为了安全，在飞机起飞和下降过程中，请不要使用电脑、电话、游戏机等电子设备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坐好，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将为您提供最周到的服务。谢谢。古时候有一个老人，一天，他的一匹马跑到了另一个国家，大家都安慰他，可是他却说，马丢了一定是坏事吗？我看不一定。果然，不久以后，那匹马带着一匹外国的好马回来了，大家又都跑过来祝贺他。可是老人说，马回来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啊。果然，一天早上，老人的儿子骑那匹好马时，把腿摔断了。可是，面对大家的同情，老人还是那句话，你们怎么能够马上判断出这是好还是坏呢？第2年发生了战争，所有的成年男人都不得不去当兵，大多数都死在了战场上。可是，老人的儿子由于断了一条腿，留在了家里，保住了自己的命。有家体育场为满足球迷看球的需要，把球场内观众的座位从8万个增加到了12万个。观看球赛的人多了，体育场的收入也增多了。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球场周围的路只能供10万人通行，对于12万的观众来说远远不够。这样，有重大比赛时，就有可能因为交通堵塞而发生事故。于是有人提出把道路加宽，但这至少需要4000万元，体育场一时还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体育场于是鼓励大家出主意，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，最后，体育场采用了一位音乐家的建议，在比赛结束时，增加一些吸引人的演出，这样有些人会因为要观看演出而多留一会儿。观众在不同的时间离场，道路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杨老师，我明天要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，飞机上午10点到。我想先去看看您，您明天方便吗？非常欢迎，我明天没有什么安排，你能来我特别高兴。到时候我去机场接你吧。不用了，谢谢您，我自己能行。不知道北京现在的天气怎么样？我们这儿可不像香港，挺冷的。有多冷？今天最高气温只有5度，听说明天有大风，比今天还冷。这么冷啊？你一定要多穿点衣服，别感冒了。好的，谢谢您，那我们明天见。好的，再见。小王，怎么最近在车站看不到你了？我买汽车了，现在每天开车上班，所以不用挤公共汽车了。你买车了？太好了，开车上班的感觉不错吧？刚开始的时候挺紧张的，开得很慢，车一多就害怕，现在好多了。慢慢就习惯了。那下周末咱公司去郊区玩，你就可以自己开车去了。我还没有开车去过郊区呢，那条路也不熟，我还是想坐公司的车去。是，还是坐车轻松。你忙吗？张经理还在等着看这份文件呢，我现在给他送过去。那好，咱们有时间再聊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李丽和好朋友陈慧一起找了一套房子，房费一人出一半，既省钱又可以有个伴儿，挺好的。可现在陈慧有了男朋友，李丽就觉得不方便了，想找个房子搬出去。2个月过去了，她跑了很多地方，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。不是房子太差，就是地方太远，不然就是价钱太贵。李丽说，现在找房子比找男朋友还难。有一位母亲，平时对孩子教育很严格。有一次，她感冒了，嗓子很疼，不能说话。儿子不知道妈妈不能说话，回到家，一见到母亲就开始说个不停，说老师今天批评他，说来说去都是老师不对，自己完全正确。妈妈听了孩子的话，也明白了事情的经过，认为是儿子不对。这时她很想批评儿子，但因为嗓子很疼，说不出话来，所以他只是睁大眼睛看着儿子。儿子说了很久，终于说完了，然后又说了一句：妈妈，谢谢您。他听了很意外，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这么说。儿子又加了一句：谢谢您，今天听我说了那么多，没批评我。第2天，儿子回来对妈妈说：妈妈，昨天您虽然什么也没说，但是我已经明白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已经向老师道歉了。有个城市为解决垃圾问题而买了许多垃圾桶，但是由于人们不愿意使用垃圾桶，乱扔垃圾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。这个城市为此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。第一个办法是，把对乱扔垃圾的人的罚金从25元提高到50元，实行后收效不大。第2个方法是，增加街道巡逻人员的人数，效果也不明显。后来，有人在垃圾桶上出主意，设计了一个电动垃圾桶，桶上装有一个感应器，
每当垃圾丢进桶内，感应器就会有反应而打开录音机，播出一则故事或笑话，其内容每2周换一次。这个设计大受欢迎，结果所有的人不论距离远近，都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里，城市因而变得干净起来。古时候，有个农民正在田里劳动，突然，他看见一只兔子从旁边的草丛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，一头撞在田边的大树上，便倒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了。农民走过去一看，兔子死了，因为它奔跑的速度太快，把脖子都撞断了。农民高兴极了，他一点力气没花，就白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。他心想，要是天天都能捡到兔子，那日子就好过了。从此，他再也不肯出力气劳动了。每天他吃完饭就躺在大树底下，等待着第2只、第3只兔子自己撞到树上来。世上哪有那么多便宜的事啊？这个农民当然再也没有捡到撞死的兔子，而他的田里也没有收获任何粮食，农民只好饿着肚子过年了。说起乒乓球，很多人都会想到中国。的确，长期以来，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在国际上是属于最好的，而且中国是世界上乒乓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因此很多人认为乒乓球运动是中国人最早开始的。但事实上，乒乓球运动在中国只有70多年的历史。最初的乒乓球其实是英国人发明的一项饭后运动。19世纪末，英国上层社会的人们吃完饭之后，需要适当的运动来消化一下，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在饭桌上进行的和网球相似的运动，称为桌上网球。这就是乒乓球最早的形式。一天，一位画家带着朋友去自己家附近的商店买东西。付款的时候，他礼貌地对售货员说了声谢谢，但售货员却一直不开心，没有理画家。他们走出商店时，朋友说，那个售货员的服务态度真差劲。画家对朋友说，他每天都是这样。朋友说，既然他都每天这样，那你为什么还对他那么有礼貌呢？画家回答，我为什么要让他的态度来决定我的行为呢？本次时装设计大赛的主题是青春时尚。参加比赛的设计师要求年龄在25岁以下，设计师可以充分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体现自己的个性。整个大赛本着公开、公平的原则进行，所有设计师的作品将被放在网上，由网友打分，评选出最佳设计奖。评选结果于4月15日公布。具体的比赛规则和报名方法，见网上的报名须知。
在制定个人健身计划时，一定要包含自己喜欢的，或者觉得有趣的，或者至少不讨厌的运动。如果你不喜欢慢跑，总觉得慢跑过程很无聊，但为了减肥不得不制定慢跑运动计划，那样的话，我敢打赌你肯定坚持不下去。所以，对于健身新手来说，最好以自己喜欢的运动为中心，再逐步增加其他必要的健身项目，这样的健身计划才更容易实行。